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咖啡品牌频道。2023年的4月，全世界的咖啡爱好者们被一段1分钟的视频击中了心脏。视频中的表针滴答声和精密的钟表机械美学在咖啡粉中翩翩起舞的时候，观众仿佛停止了呼吸。Momega 不粉针在那一夜震惊了整个咖啡圈。这款完美融合了现代艺术与科技的产品，迅速点燃了咖啡爱好者们的热情。短短的几天内，便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潮。而这款震惊咖啡界的产品，就是由 Web Workshops 设计制造。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定义现代咖啡美学设计的品牌——韦伯。道格拉斯·韦伯，韦伯品牌的创始人兼 CEO， 他高大威猛，习惯留着络腮胡，但修剪得很行，看起来很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荒野硬汉，完全呢不像是搞工程设计的技术宅男。然而就是这样的韦伯，为我们带来了影响世界的产品——第一代 iPhone。韦伯在他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的时候，就收到了苹果公司的工作邀请，但是他拒绝了，因为呢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日本留学1年，学习陶艺。他对日本的情怀又不得不说起韦伯的成长环境。出生于美国南加的阿卡迪亚市，他成长的社区有大量的台湾人和日本人，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日本人。聪明好学的韦伯很快就学会了日语。12岁那年呢，他最好的朋友搬回日本时，他也跟随去了日本，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日本文化中的整洁和对细节的关注深深吸引着他，这些为韦伯日后对产品的理解呢意义深远。2002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韦伯再次收到了苹果公司的邀请，这一次他接受了，他成为了 iPod 产品设计团队的原始成员之一。iPod 产品我们都知道，是乔布斯为解决苹果公司困境而设计研发的产品。因此呢，此产品不仅大获成功，挽救了苹果公司，也挽救了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地位，更成就了日后的苹果公司。而后呢，韦伯又加入了第一代 iPhone 的产品设计小组，他的工作是负责将玻璃显示屏整合到产品中，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智能手机的触屏集成模块。很显然，韦伯的工作是现代智能手机发展的关键点。后来在采访中，韦伯是这样描述他在苹果公司的经历：正是在那里，我真正学习了设计、制造以及如何以世界一流水平完成工作。我的同行和同事们都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创造的东西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不断的自我质疑，不知疲倦的努力简化和削减设计中的多余部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2个教训。能接触到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是我永远心存感激的事情。作为年轻的工程师，道格拉斯很快就展现出惊人的设计能力。26岁时，已经开始领导苹果公司的多个项目。后来，苹果公司又为道格拉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前往亚洲，组建一支专注于先进材料和创新制造技术的跨国团队。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的团队发展为拥有15名材料科学家和产品设计师的豪华团队，分布在日本、中国和新加坡。他在苹果公司的成就就有广泛的专利组合、数十个战略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苹果至今在其产品线中还在使用的几项核心技术。2014年，道格拉斯离开了苹果公司，他觉得是时候了。可能很难想象，道格拉斯作为苹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竟然放弃了自己前景不可限量的事业，去投身到咖啡行业中。其实呢，这一切早就埋下了伏笔。在2000年的时候呢，韦伯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迷上了咖啡，或者更准确一些是咖啡器具。他购买了很多复古和专业的设备。那个时候，他就想创办一家生产咖啡设备的公司。但是毕业后又陷入了人生纠结，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一方面呢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生存，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于是，在人生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然后把咖啡当成了爱好。显然，韦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喜欢用自己翻新和改装的老式拉杆咖啡机制作浓缩咖啡，也喜欢用热风式烘焙机烘焙咖啡豆。至今，在道格拉斯的工作室里，依然在用着一台老式拉杆机。我可以用这台小机器让来工作室的客人更开心，尽管它不够完美。他是这样描述的：2004年左右，他在海耶斯谷的蓝瓶咖啡店和旧金山的 Ritual 咖啡里喝到了令他惊艳的咖啡。关于蓝瓶咖啡的故事，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看我们的往期视频，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硅谷是从来不缺咖啡的，但奇怪的是，在同一时期，仿佛美国人都在对咖啡觉醒，都在寻找得到好喝咖啡的方法。而韦伯与其他寻觅者不同，他寻找的方法不是在烘焙咖啡豆和冲泡技巧上。作为产品工程师，他自然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上发挥。2012年呢，韦伯便设计出 HJ-1 手摇磨豆机，炫酷的设计放到桌面上，甚至可以匹敌专业电动磨豆机。这是韦伯的第一个产品，一个他想要做成传家宝一样的产品。2014年，韦伯离开了苹果公司以后，便创立了韦伯工作室，投身于咖啡设备的设计生产中。起初，韦伯是想做咖啡机的，但是很快他发现磨豆机似乎有更大的改进空间。他观察到当时的咖啡师在手柄中接了很多咖啡粉，然后放到秤上，用勺子将多余的咖啡粉去掉，或者填补不够的粉量。在韦伯眼中，这种冗余的动作就是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为什么要有那巨大的塑料豆仓？他这样想。于是，在2015年 ，EJ-1 横空出世，一款专为单次投放咖啡豆设计的定量磨豆机，配备了80毫米的平刀磨盘，也是第一个在咖啡研磨机中引入可变 RPM 控制的产品。RPM 代表每分钟的转数，表示机械部件在1分钟内完成的转数。在咖啡研磨机中，转速是指研磨机刀盘旋转的速度，而这个转速会影响研磨过程和所得到的咖啡粉。较高的转速通常可以实现更快的研磨，但同时较高的速度也会产生更多的热量，会影响到咖啡的风味。所以转速的控制可以代表着磨豆机的核心技术。EJ-1 同时还配备了5微米的步进调整系统，使其在调整咖啡粉细度时更加精准。随着 EJ-1 的出现，韦伯又引领了高端磨豆机的新技术，就像当年他的 iPhone 控制屏幕一样，韦伯又实现了时代的创新。2019年的 EJ-1 进行了第2代升级，2022年第3代引入了专门的清洁按钮。不得不承认，韦伯在产品上的专业性和为整个行业带来的发展。这款经典产品从上市到现在，一直占据着高端磨豆机市场的核心地位。当然，也不是没有质疑，质疑的声音永远都是它的价格。关于价格，韦伯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表述的：他创立韦伯工作室，想打破浪费消费的循环，想通过重新思考和重新构想用于制作咖啡的特色产品，创造出传家宝一样的品质工具。这就意味着韦伯在选材上是花了心思的。由于选择精良，成本自然就会上升，价格也会上升。当被问到如此经久耐用的产品会不会被影响到市场的时候，韦伯是这样回答的：即使如此，我也不会介意，我宁愿卖给别人一台磨豆机，让他们回头再看看我们。他们很可能也有朋友和家人对咖啡和好产品感兴趣，我们的客户通常会为我们做广告，而且我们还会推出其他的产品，所以会有很多机会让他们再次成为我们的顾客。韦伯的身上似乎有着传统匠人的影子，好的产品自然就是最好的宣传。2021年，韦伯工作室凭借 King 磨豆机在新奥尔良 SCAA 赢得了年度产品称号。2022年又凭借 Unifrost 产品赢得了多项产品大奖。韦伯在发展的几年间，
向市场推出了咖啡界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和最令人垂涎的产品。2023年4月，韦伯又发布了一支新品预告片，片中低大的钟表芯和带有詹姆斯邦德一样神秘感的配乐，在那一夜 Momig 部分针震惊了整个咖啡圈。它结合了先进的设计与精密的工程计算，利用独特的螺旋图形运动机制，使针头沿随机路径运动，确保每粒咖啡粉均匀分布，避免通道效应的产生。采用高强度的不锈钢针头，并配备了铜弹簧，使其能够深入咖啡粉底层，达到精细部分。钢化玻璃下展示了内部复杂的机械运作，让每一次使用都充满了仪式感。如今韦伯工作室已经迎来了第10个年头，我们可以相信韦伯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会不会成为咖啡界的苹果公司，粉丝们也会充满期待。当我们看完道格拉斯·韦伯的前半生，我们会发现很多优秀的品质，他没有像苹果公司其他出走的工程师那样找一个更能赚钱的项目去运作，而是在他喜欢的领域里默默地深耕创造。或许是他骨子里的匠人精神，让他只想做更好的产品。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站在人生岔路口时面临选择，就像他感恩在苹果公司的10几年经历一样。这都是他未来成功的砖石。从韦伯身上，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时代鲜有的产品人的品质。做好一件产品和一件快消品的本质区别，或许是对美好的一种执念。想要做产品的小伙伴，不妨运用一下韦伯在苹果公司学到的2个方法：不断的自我质疑和不知疲倦的努力简化和削减设计中的多余部分。让我们期待韦伯能给咖啡圈带来更多的新品。你有韦伯的哪些产品？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